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新闻，眼看预产期将至，于是动了偷孩子的念头。当时觉得太离谱了，怎么跟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样？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最离谱，只有更离谱。天底下竟然有人为了偷孩子，直接杀害孕妇，从子宫里拿走，占为己有。更离谱的是，她的丈夫还信以为真，并没有怀疑过这是不是自己的孩子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一家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？这一天，丽莎·蒙哥马利开车来到了密苏里州的西北部。她打着购买宠物狗的幌子，车里却放了一把牛排刀、脐带夹和晾衣绳等物品。因为丽莎的目标是23岁的鲍比·乔·斯汀内特，她已经怀孕了8个月了，平时精力充沛，肚子里面的宝宝想必也非常健康。然而接下来，丽莎做出了让所有人都无法原谅的事情。她用晾衣架制作成了一个绞索，趁着鲍比把一只小狗放进笼子里的时候，套在了他的头上，将其勒死。接着，丽莎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牛排刀，切入鲍比的腹部，从子宫当中取走婴儿，夹住脐带。最后，丽莎用湿巾把婴儿擦干净。一顿操作之后，丽莎并没有处理现场，而是直接带了婴儿回家。她打电话给丈夫凯文，说自己在购物的时候突然觉得要生了，情急之下在托皮卡分娩中心生了下来。而凯文并没有怀疑。在另外一边，鲍比的母亲发现了女儿的尸体，她都要崩溃了。女儿的子宫像是经历了一场爆炸，浑身都是血，鲍比也早就没了呼吸，身体冰凉。真是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自己老婆有没有真的怀孕都不知道，还是说她从头到尾都是知情的，假戏真做罢了？然而丽莎的情况并不简单，一直以来她都自称为孕妇，但事实上她并没有真正怀孕。那么她是产生了妄想，还是另有隐情呢？第二天早上，丽莎和凯文在梅尔文大街上的咖啡厅吃早餐。他们兴高采烈地向大家展示了一个戴着粉红色帽子的新生儿。他们还介绍说这是刚出生的女儿，名叫阿比盖尔。然而丽莎不知道的是，调查人员已经在监视自己家的房子了。当他们吃完早饭回到家后，警方便敲开了他家的门。当时客厅的电视机里面正好还在播放关于本案的新闻。丽莎抱着婴儿坐在沙发的右侧，小婴儿非常的安静，没有任何哭闹。警方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。此时调查人员注意到丽莎的指甲下黑红的，像是风干的血迹。当被问到婴儿的事，丽莎先是声称自己是托皮卡分娩中心生的，后来警方请丈夫抱着婴儿先离开，要和丽莎单独谈话。没想到她又改口了，说这是在2名女性朋友的帮助下在家分娩的。后来丽莎接过了警方的香烟，又开始说道自己是一个人生的。总之前言不搭后语，只要是有人给她抽烟，她可能又要说出另外的版本了。最终丽莎承认了自己杀死鲍比，还带走了肚子里面的婴儿。随后警方又问询了凯文，发现他并没有参与其中，而且对妻子怀孕生子的故事深信不疑。根据丽莎交代，自己是在2004年早些的时候，在堪萨斯州中北部举行的一场狗狗展览会上认识鲍比的。两人都很喜欢猎鼠梗犬，所以一同在线上论坛里聊天。然而因为丽莎总说自己怀孕了，其他用户对此很反感。在一次聊天当中，丽莎得知鲍比也怀孕了，人家是真的怀孕，所以她就开始打肚子里孩子的主意。丽莎主动联系鲍比，说自己想去找他买一只大狗作为圣诞礼物。鲍比欣然答应，因为同为孕妇的他们共同语言也很多。到了约定的那一天，鲍比正和母亲通话，看到丽莎的车后，于是匆忙挂了电话。没想到这一挂，母女就阴阳相隔了。根据警方调查，在案发前，丽莎访问过一个网站，观看了一个剖腹产现场的视频，里面详细介绍了从第一次切割到最后一针的过程。丽莎还复习了一遍。2007年，丽莎接受了审判，但她情绪高涨，以精神错乱为由拒不认罪。辩护律师表示，丽莎在童年时期受尽了虐待，所以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。案发时她根本控制不了自己。检察官怀疑丽莎是在假装精神错乱。据了解，丽莎出生于1968年，父亲是一位越战老兵，母亲是个酒鬼，怀孕时期也没有停止过酗酒。父亲经常不在家，母亲对孩子非常不耐烦，经常会用皮带殴打他们，或者在大冬天强迫孩子们赤裸地站在室外洗冷水澡。更过分的是，每次母亲去酒吧喝酒，就会叫来各种陌生的男人来照看家里的孩子，说是照顾，其实是达成了性交易。18岁那年，父母离婚，丽莎跟着母亲改嫁，然而折磨还在继续。继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酗酒家暴，他们居无定所，经常搬家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丽莎，显然很难变得积极开朗。她有自己的小世界，经常会把自己封闭起来，刻意与他人保持距离。在1985年，母亲又再度离婚，丽莎很快就有了新的继父，而继父有个儿子名叫卡尔伯曼，他搞大了丽莎的肚子，于是他们奉子成婚。在结婚之后，丽莎并没有逃脱虐待，
因为卡尔有严重的暴力倾向，发狂起来让人不寒而栗。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中，丽莎还是生下了4个孩子。随后在1990年，她做了绝育手术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她在和下一任丈夫在一起之前就已经不能生育了。后来丽莎和卡尔分分合合，最终还是以离婚告终，各自拥有了2个孩子的抚养权。1999年，丽莎搬到了梅尔文，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凯文。然而这2段婚姻当中，丽莎多次谎称怀孕，后来卡尔试图指控她假孕，夺走了另外2个孩子的抚养权。案发之后，有人推测，丽莎之所以想要偷个孩子，是想打破前夫对她假孕的指控。其实专业点讲，这种假性妊娠的行为属于精神疾病，它有一个突出的精神因素，可能是由精神创伤、激素失衡等原因引起的。患者抱有强烈的怀孕欲望，身体也随之出现类似于真怀孕的症状，腹胀、恶心、呕吐、体重增加、胃口变好、停经等等。这些症状的持续时间通常从几周到9个月不等，但是只要你去医院做个检查，就能排除怀孕的可能，只不过很少有患者愿意主动去检查。专家指出，如果女性的思想总是围绕着婴儿和妊娠，更容易患有假性妊娠。随着身体出现反应，他们会更加深信不疑。然而律师一再辩称，案发时丽莎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，甚至在审判的时候，她对自己的处境也时而清楚，时而糊涂。最终法官还是判她为死刑。当然，这一判决引起了争议，有一部分的声音认为要饶恕丽莎，她本身就是精神病患者，但凡是调查过此案的警察都称丽莎为邪恶的化身，因为他们都看到过犯罪现场有多么的可怕。丽莎犯罪是有计划和预谋的，并不是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冲动作案。再加上丽莎承认自己谋杀后又改口过一次，甩锅给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她就是个说谎成性的人。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死刑的支持者，为此律师还指责特朗普政府恶毒地使用专制权力，但是再怎么辩解，死刑已经逃不掉了。这一天，52岁的丽莎被执行了注射死刑，没有留下一句遗言。丽莎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名叫戴安。18岁那年，父母离婚，他们就此分开。直到戴安出席了丽莎的量刑听证会，他们才再一次见到对方。阔别已久，戴安很难过，因为他当年亲眼看到丽莎被母亲拉走时脸上的惊恐表情。如果他能和自己一样遇到有爱的寄养家庭，丽莎也可以被治愈，绝对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一个长期生活在病态的家庭环境中的人，长大后能有多少可能被治愈，享受幸福的生活呢？只能说有可能，但很少。童年带给孩子的影响是一辈子的。显然丽莎并没有从创伤当中康复。大家应该也很关心鲍比的孩子吧？当年事发之后，他就被送回给了父亲身边，在双方其他家庭成员的帮助下，健康的长大了。家人们把他保护得很好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之中，这恐怕是唯一让人欣慰的吧。可怜的女孩，余生每一次过生日都是母亲的忌日，真是让人痛心。但是这一天是她生命的开始，希望小女孩都能在爱和温暖中成长。只有好好的活着，才能延续母亲的心血，不负她的期许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小伙伴们对于假性妊娠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郑人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